陛下，夜已深了，还是请陛下回去休息吧。媚娘，媚娘，我知道那一夜仿佛是场梦，我告诉自己该醒了，可我不愿意醒来。我知道你失去这个孩子是多么的痛苦，可是我的痛苦，你又何尝而知？为了你，我可以豁出一切，性命、江山我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你能开心、幸福。可是我如今，就算贵为95之尊，却可怜的连爱你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。芷诺，你别说，别说。媚娘，你听我说。自从你我在掖庭相遇之时起，你便是我全部的情感，时至今日，从来都没变过。媚娘，我的心，你可以假装不知，但是你不可以否认它的存在，哪怕它在你眼里一直轻如微尘。芷诺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芷诺了。现如今你是陛下，是大唐的帝王，有些事曾经是我错了，到了现在，不能一错再错。媚娘，我不想失去你。媚娘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不想失去你。九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好不容易把媚娘接回来，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长孙救父，1个月之后把她送回去？九哥！但是今天，就有3位大人行文上奏，说要是媚娘继续居于宫中，与礼不合，舅舅更亲赴御书房，与朕谈起此事。那又怎样？当年，他们还跪在甘露殿外，求父皇杀了媚娘呢。父皇是怎么做的？九哥，你是天子啊，你为何要怕那些大臣？前一阵子，你贬褚遂良杀鲁世宁，说服长孙救父将三哥留在长安的气魄到哪儿去了？朕从来没有怕。便是当初，在感业寺外，朕曾经发过誓，要是媚娘真的愿意回到宫里，就算所有大臣反对，就算与全天下为敌，我都要竭尽所能带她回宫。可如今这皇宫后庭，对于媚娘而言，只是让她伤心、绝望的所在。我又何必要勉强她呢？九哥，你错了。媚娘如今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留在这宫中啊。不可能。他已经认定，自己最后喝的那杯茶中，被人动了手脚。他要留在这宫中，
找到凶手，为他的孩子报仇。报仇？没错，起码心里有个报仇的信念支撑着，可以让媚娘活下去。总而言之，他现在面前有2条路：要么他就留在这宫里，找到凶手，为孩子报仇；要么他就得回感业寺。你猜，他若是报仇无望，他会怎么做？好，朕可以允许他留在宫中，动用宫中的人力物力调查此案。可是这一切须得在暗中进行，还有，不要让他知道朕已默许此事。高阳明白，只是你可想到什么方法，能让媚娘在1个月后不必回到感业寺呢？容朕再想想。其实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也许是唯一的办法。说。让媚娘成为你后宫嫔妃之一，你婕妤、昭仪，甚至是皇后，只要她成为你的女人，她当然要留在这宫里。你简直疯了！你荒唐！难道跟媚娘在一起，得到她，不是九哥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吗？不是，朕从来对媚娘绝无这些非分的念头。哦，是吗？九哥啊，其实这是媚娘的机会，也是九哥你的机会啊！既救了她，又成全了自己。要么就让她留在这宫里，一辈子也不离开；要么就得让她回到感业寺，自生自灭。如何取舍，就看九哥你了。成为朕的皇后。